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惊喜官宣2部悬疑剧正式开机，白敬亭与刘烨领衔主演。今天一打开手机，就看到2条重磅消息在朋友圈刷屏了，2部悬疑剧同时开机官宣，这阵仗可真不小。咱们这些剧迷们又有新盼头了，光看题材和阵容就让人心里痒痒的。忍不住想多聊几句。说实话，悬疑剧这几年越来越火，每次有新作出来，总能掀起一阵讨论热潮。不知道这回的这2部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爆款呢？反正我是已经搬好小板凳，准备追剧了。先说说优酷家的吴邪吧，导演程浩可是个有故事的人，他之前的《于禁之上》就拍得挺有味道。这次操刀悬疑题材，估计能玩出不少新花样。剧情设定挺抓人的，涉及到祭祀、阴婚这些神秘元素，光听名字就觉得背后藏着不少秘密。男女主角从古墓金棺失窃案入手，一步步揭开犯罪组织的面纱。这种层层递进的故事线，最容易让人看得停不下来。我特别好奇的是，这部剧怎么把传统迷信和现代犯罪结合起来？现在市面上类似的题材不少，但拍得好的还真不多。要是能拍出那种既诡异又真实的感觉，让观众一边害怕一边追，那可就成功了。想想那些利用迷信蛊惑人心的案例，现实中其实挺常见的，如果能影射现实，说不定还能引发社会反思呢。主演刘烨大家肯定不陌生，影帝的名头摆在那儿，演技底子没得说。不过他最近几年作品风格多变，有人夸他演啥像啥，也有人觉得他偶尔会用力过猛。我倒觉得刘烨这种老戏骨，遇上悬疑剧这种需要细腻表情和眼神戏的题材，说不定能狠狠秀一把实力。毕竟他演起复杂角色来，那种内心挣扎的感觉总能拿捏得恰到好处。女主角王颖璐算是新生代里势头挺猛的一个，上个月刚拍完《小芳》出嫁，这又无缝进组，可见资源不错。她之前演的角色大多偏文艺范儿，这次挑战悬疑剧，不知道会不会带来惊喜。年轻演员最怕的就是演技青涩，但看她进作里的表现，台词和情绪都挺稳的，说不定能跟刘烨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。再说说这剧的题材优势吧，带点神秘色彩的悬疑剧向来是市场的香饽饽，像之前的《河神》《灵魂摆渡》什么的，都因为题材独特而火了。观众就爱看那种猜来猜去的过程，要是再加点民俗元素，更容易让人带入。我觉得吴邪如果能把握好节奏，别把剧情搞得太玄乎，应该能吸引不少铁杆粉丝。现在优酷在悬疑剧上发力挺猛的，前阵子的《重生之门》口碑就不错，平台肯投钱，导演有想法，演员阵容也靠谱，这剧成功的概率不小。不过我有点担心的是，祭祀、阴婚这些元素容易拍的俗套，万一处理不好，可能会显得故弄玄虚。希望剧组能多在剧本上下功夫，把逻辑捋顺了。另一边，新力出品的《刑警时刻1：风华正茂》也官宣了，看这名字就带着股怀旧味儿。背景设定在1990到2010年，那可是中国社会变化最快的20年。警察故事放在这个背景下，肯定有不少时代烙印。编剧兼导演周游以前的作品我追过几部，他特别擅长拍群像戏，每个人物都能立得住。这部剧是根据纪实文学改编的，真实性应该挺高的。警察题材向来是国产剧的强项，从早期的重案6组到近年的警察荣誉，每一部都能勾起大家对警察生活的兴趣。这回的刑警时刻聚焦不同警种和时代的民警，估计会拍出那种平凡中见伟大的感觉。演员阵容简直豪华到没朋友。白敬亭和孙谦这对年轻组合，
最近人气正旺，他们演警察会不会有反差感？我还挺期待的。白敬亭以前演的多是校园剧，这次转型硬汉角色，说不定能突破自我。孙谦的演技在新生代里算扎实的，他演起现实题材来，总有种天然的亲和力。老戏骨王志文的加入，更是给这剧加了一道保险。他演警察可不是头一回了，那种不怒自威的气场，简直是为这类角色量身定做的。张子贤、阿如那这些配角也个个是实力派，看名单就知道这剧的演技较量肯定精彩。蓝盈莹的出现让我有点意外，她以前演的多是都市女性角色，这次挑战警察形象，不知道会怎么诠释。我觉得她身上有种韧劲，挺适合演那种外柔内刚的女警。要是剧本能给她的角色多点深度，说不定能成为剧里的一大亮点。萨日娜、程昱这些老演员就更不用说了，他们往那一站，戏味就出来了。群像剧最怕人物脸谱化，但有这么多戏骨坐镇，估计每个人物都能有血有肉。想想《警察荣誉》里那些老民警的塑造，多真实啊！希望这部也能做到那种细腻度。从题材来看，警察群像剧最近确实挺吃香的，观众看腻了个人英雄主义，反而更喜欢这种集体奋斗的故事。我是刑警前段时间播的就不错，因为他拍出了警察的日常艰辛，没那么神话，反而更打动人心。刑警时刻把时间跨度拉到20年，这期间科技发展，社会变迁，警察办案方式肯定也变了不少。如果能拍出这种时代感，比如从老式电话到智能手机的过渡，从传统蹲守到大数据的应用，那可就太有意思了。这不光是破案故事，更是时代缩影啊！我猜这部剧可能会走温情路线，毕竟新力出品向来注重情感刻画。警察也是普通人，他们有家庭，有烦恼，要是能多展现这些侧面，人物就更立体了。千万别拍成那种全篇破案、冷冰冰的套路，观众现在更爱看有温度的故事。回过头再看看这两部剧的对比，一个走神秘悬疑风，一个走现实警察路，风格完全不同，但都挺有爆款香的。优酷和腾讯这回算是杠上了，不过对咱们观众来说是好事，选择多了，看得更过瘾。悬疑剧市场现在竞争激烈，要想脱颖而出，光靠猎奇可不行。我觉得吴邪的在人物关系上多下功夫，比如男女主角的互动能不能自然点，别老是硬凹感情线。而刑警时刻则要避免说教味太重。警察故事最容易拍得正气凛然，但太过反而假。从制作团队来看，新力在现实题材上经验丰富，优酷则在悬疑领域试水多次，各有优势。不过最终能不能成，还得看播出后的观众反馈。现在大家追剧口味挑剔得很，剧情稍有漏洞就会被吐槽，所以编剧压力肯定不小。我个人更期待吴邪里的民俗元素怎么呈现。阴婚、祭祀这些话题其实挺敏感的，拍好了是文化探索，拍不好就成封建迷信了。希望剧组能找专家把关，既保留神秘感，又不偏离核心价值观。至于刑警时刻，我倒是好奇他会怎么平衡多个警察的故事。人物多了容易散，但如果串得好，就能像人间正道是沧桑那样，通过小人物见证大时代。王志文那种老警察的沧桑感，和白敬亭代表的年轻一代，对比起来应该很有看头。演员的档期也是个大问题，刘烨和王颖璐都是盲人，别拍到一半又传出换角风波。白敬亭那边更是行程满满，希望别因为赶工而影响演技发挥。现在观众眼睛毒着呢，稍微敷衍就能看出来。说到播出平台，优酷和腾讯的竞争向来激烈，
优酷最近在悬疑剧上押宝不少，腾讯则靠现实题材稳扎稳打。这回2部剧同期开机，估计播出时也会撞档，那收视大战可就热闹了。不过我觉得这是良性竞争，能推动国产剧越拍越好。作为观众，我最怕的就是剧集注水。现在好多剧动不动就40-50集，看到中间就疲了。希望这2部剧能紧凑点，悬疑剧20集左右正好，警察剧30集撑死，再多就拖沓了。毕竟大家时间宝贵，谁也不想追个剧还累得慌。从社会意义来说，吴邪如果能警示大家远离迷信，那也算功德一件。而刑警时刻展现警察平凡伟大，对弘扬正气也有帮助。娱乐之余还能有点启发，这才是好剧的标准吗？对了，还没聊到配角和幕后呢。吴邪里那些犯罪组织的演员选得好不好，直接影响剧情可信度。而刑警时刻的警队群像，如果配角演得亮眼，说不定能抢主角风头，就像《狂飙》里那些反派一样出彩。拍摄地点也挺关键的，吴邪据说要在古镇取景，那种阴森氛围靠特效可做不出来。而刑警时刻如果真回到90年代的老城区拍，怀旧感一下子就来了。现在剧组肯在场景上花钱的越来越少了，希望这2部别敷衍。最后说说我个人对悬疑剧市场的看法吧。我觉得现在观众越来越聪明，简单的反转已经满足不了大家了。好悬疑剧得有3要素：逻辑严密、人物生动、情感真实。吴邪如果能做到这3点，加上题材新颖，大概率能火。而警察剧呢，光有热血不行，还得有生活气。刑警时刻要是能拍出警察下班后撸串聊天的场景，比什么破案大招都感人。毕竟真实最能打动人，这是永恒的道理。总之，这2部剧开机只是个开始，后续的拍摄、宣传、播出，每一步都关键。作为剧迷，我会持续关注，也希望他们别辜负大家的期待。到时候播出，咱们再来细聊，看看谁猜中了剧情，谁又被演员演技惊艳到。